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邓伦这个名字在以前是无数小鲜肉的一个代名词，当年很多人都觉得邓伦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肖战，以至于很多邓伦粉丝都做好了接替肖战的打算了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一次税务稽查直接把邓伦从神坛上拉了下来。因为税务问题，邓伦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1.06亿元。看看具体的，2019年至2020年偷逃税4700多万，少缴税1399万，加上滞纳金和罚款共1.06亿。相关采访也出来了，说一开始为什么盯上邓伦了呢？因为从去年对文娱领域的加强监管后，发现邓伦涉嫌偷逃税，但经过提醒督促后整改不彻底，于是立案深入检查。要知道，税收监管是有5步的：提醒、督促、警告、稽查、曝光。邓伦无视了前3步，最后2步一走下来，邓伦直接玩完。好多邓伦的粉丝还挺天真，发表深情感言，错了就改，开公司的没几个干净，这有啥呀？然而粉丝丝毫没有发觉，邓伦倒下后的最后一捧土就是粉丝给他撒上的。这边粉丝还傻痴痴的等着辟谣，那边各个合作方已经开始解约，动作超乎想象的快。平台也是，就在通报出来后不久，邓伦的某音和工作室的账号均被炸了。他的个人账号还没炸之前发了一封道歉信出来，说我错了，我会承担责任，以后会好好工作。但还有没有以后就很难说了。看看前辈的例子，2018年5月，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事件，把范冰冰拉下马，后范冰冰连带补税和罚款共8.8亿，从此拥有范9亿之称。这之后，娱乐圈开始了补税大地震，影视行业自查申报税款共117亿。根据编剧赵东林爆料，共有700余位艺人补税。但俗话说杀鸡儆猴，作为那场大地震中的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，范冰冰伤亡最惨重，钱罚了，还成为了娱乐圈的隐形人。你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他再也不能正式露面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试图复出，但试水了太多次都没有用。拍杂志时还被婉婉给踩了一脚。这之后范冰冰只能在家里抠脚，别人走红毯她在家喝红酒，别人去代言她为自己的面膜代言，别人拍戏搞事业她只能微博发自己的洗脸心得。前不久范冰冰转换赛道去往韩国拍戏，据说是在姜河娜与李玉英所主演的最新韩剧中客串，可惜保持得再好还是孤芳自赏。演戏这条路从她偷税的那一天开始就越来越远。范冰冰倒下之后，本以为娱乐圈人人自危，不敢再走这条错路，没想到爽子跟了上来，和张恒的开撕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一件件惊喜掏出来，代孕弃养、偷税漏税夹杂在中间，竟然并不显眼。毕竟和薇娅的13亿比起来，爽子真的是小儿科了，但也别看不起，1个亿这辈子你也赚不到。爽子一向是疯的，做事毫无章法和逻辑，给人一种他做什么都不奇怪的感觉。到了今天，邓伦这一出就的确是惊到我。好好一个小生，怎么就自掘坟墓了呢？92年出生的邓伦是科班生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1级表演系，跟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王莎莎是同学。12年还在上大学就签了公司，拍了《花非花，雾非雾》。刚出道时，他立下 flag， 说要好好做人，认真演戏，并把这句话作为签名。之后有戏再拍，倒是没有太大的水花。唯一让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和金晨的恋情，从热恋到开撕，一条龙的自产自销，让吃瓜群众吃到饱腹。2016年8月，两人恋情曝光，每次被拍时都像连体婴一样缠缠绵绵。邓伦还定期写陈书，暗戳戳的秀恩爱。但恋爱这种事一向如此，爱的时候热烈，分开的时候惨烈。金晨和邓伦从恋爱曝光到后续分手，只用了不到1年。2017年6月分手，9月金晨就下场撕邓伦买水军，前男友的颜面丝毫没给。你要问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，不得而知。但邓伦的老板是直接表达过对金晨的厌恶，说邓伦和金晨这辈子都不可能复合，
这个老板戏还挺多的，待会儿后面继续讲。老板的话也就是说说而已。分手后，两人还是一度传出藕断丝连。和金城分手之后，爱情走了，邓伦的事业开始爬坡，《欢乐颂2》以及《楚乔传》均播出。之后又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还和李沁炒了一波 CP。2018年，邓伦迎来了他人生巅峰，和杨紫合作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播出。古偶多能捧人，看看胡歌、刘亦菲、杨幂、李易峰就知道。到现在，年轻艺人们依旧挨个往里扎堆找机会。香蜜彻底捧红了邓伦，一时之间成为了当红流量小生。杨紫则是完全实现了她的流量梦。此前打酱油的男二罗云熙也红了。走红后的邓伦在90小生中拥有一席之地，后面又和85花中的美貌花 baby 合作了《我的真朋友》，但 baby 的体质就是拍什么扑什么。后续邓伦也不知道是事业心渐渐弱了，还是只想赚快钱，综艺一个接一个的上，生意也搞得红红火火，火锅店、奶茶店、密室逃脱等等，婚礼也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参加。你总能在5·1或者11的时候看到他当伴郎，唯独作品少。除了郭敬明的一部《晴雅集》出圈，其他悄无声息。好不容易走上了流量之路，作品少到让粉丝着急就已经不太好。圈中竞争如此激烈，搞不好就被后来者居上，偏还闹出了一件丢人的大事。对，就是出圈的烧饼事件。邓伦走红之后，拥有了后援会，这个后援会就比较奇葩了，公然集资，说年费168元，一次充3年会员，可以享有至尊 VIP 优惠价格，只需要150元1年。充完以后就会有各种会员福利，可以和邓伦在一个微博群里聊天，还叫大家放心交，会费由工作室监管，开支有明细，是用到生日应援的。迷惑操作让人一愣一愣，但当时大家都没有这么觉得，据说还集了80万出来，是不是有80万咱不知道，只知道后来的应援闹了个大笑话。2018年，邓伦拍《我的真朋友》杀青，粉丝们又重新集了9万，计划庆祝杀青。结果到那天傻眼了，一桌的烧饼外加几块西瓜，垫桌子的是红色塑料薄膜，连盘子都是破的。粉丝就纳闷了呀，集的9万去哪儿了？他们去找后援会要说法，后援会会嘤，说当地条件不好，自己尽力了。粉丝又跑去找邓伦的老板，老板更牛，连客套都不客套，直接把粉丝给教育了一顿，说没有集资呀，你们怎么攻击后援会呀？不要一天到晚抱怨了，有这个力气帮伦伦去做点该做的。你们就看看这个嘴脸是不是 PUA 吧。粉丝出了钱又做数据，最后就质疑一下后援会管理不善，还被骂了一通，让自我反省，不要传播负能量。有这样的老板，有这样的后援会，危险呐。后来会员会连卖惨都不卖了，直接说没有账单，你行你上。但因为嚣张态度被粉丝给冲了，最后终于晒出了个明细出来。但这里面的账吧，谁信谁傻。因为这事儿，邓伦喜提烧饼哥的外号，还被各大媒体点名质问。曾经我以为经此一役，邓伦会严格注意自己在演艺圈里的每一步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没想到2018年烧饼事件后，2019到2020他就偷逃税，这距离范冰冰事件仅仅过去不到1年。或许粉丝会安慰自己，邓伦一定是无辜的，一定是工作室的人搞的鬼，把他给坑了。再说这些毫无意义。从邓伦走红开始，他的每一步看起来都不太正确。集资无序的后援会， PUA 粉丝的老板，他自己不求上进的态度都很短视。这次税务部门给了机会，督促提醒，但就是整改不彻底，最后把自己彻底坑死。再者，邓伦也没有粉丝想象的那么傻白甜，至少出道10年混到流量位置，他不是什么都不懂。一代90后小生演艺生涯就此停在30岁这一年，此后邓伦便在偌大的娱乐圈销声匿迹。如今算来，邓伦已经离开大众视野9个月之久。早前有网友在某商场偶遇邓伦，当天邓伦与1男1女外加2个孩子共同现身某餐厅。或许为了避免被路人认出，邓伦特意一身黑色装扮，还戴上黑色棒球帽，故意拉低帽檐。从网友的抓拍中可以看出，邓伦看上去状态十分松弛。
与家人在饭桌上愉快畅聊，不难看出，虽然当下邓伦的事业凉凉，但在亲友的陪伴下，他的心情也不至于过于低落。据悉，去年6月是邓伦出道10周年的日子。虽然他事业已凉，但当天还有不少粉丝为邓伦献下庆祝。粉丝们带着各种各样的花来到邓伦的火锅店为其庆祝。当天夜里，邓伦也难得公开亮相，身穿白色短袖，下搭休闲半裤，整个人看上去清爽干净。看到特意赶来为其送祝福的粉丝，邓伦也表现得相当热络。在现场，邓伦接收了很多粉丝亲笔写的信件，还有一捧捧大簇花束。邓伦表示自己会好好保存粉丝准备的礼物，也会将这些花束做成干花永久保留。去年6一儿童节之际，邓伦也曾公开露面，提前知晓其行程的粉丝提前守候在现场蹲点，还为邓伦带来了儿童节礼物。当天，邓伦在看到等候的粉丝之后，特意放缓脚步。此时，很多粉丝一拥而上，向邓伦手中塞礼物。不过，邓伦特别避开了其他礼物，仅仅收下了信件。看来也是想告诉粉丝，不要特意花钱为自己购置礼品。从网友拍摄的照片中看来，邓伦的手机屏保显得格外醒目，简单的黑色背景下写着一个白色大字安，这无疑折射出邓伦这段时期的真实心境。或许他已经严重认识到错误，当下就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，只是鉴于邓伦的行为已经触发法律红线，所以日后的他想要东山再起，应该希望几乎不可能了。只能说，作为公众人物，一定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，邓伦也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当下他能做的就是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即便回归素人生活中，也要遵纪守法。也希望广大艺人引以为戒，规范行为，不做触碰红线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